从这边开始呢，就是番禺的渔人码头。我现在看到的情况就2个字：萧条。现在呢，我就在洛溪桥的桥下拐弯，从这边骑回去。这车上的人行天桥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上面这个就是科学马路的南大干线。这个蒙村村里面，我没看到有什么值得保留的古建筑。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在珠江的后航道这边啊，开始我延续了刚刚这段的骑行。今天呢，就是从番禺这边周边骑一下啊，从祈福新村骑过来12点几公里呢，就已经来到了洛溪大桥，差不多桥脚地方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江边啊，还是有不少的房子。这些房子呢，都是低密度的，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连体的别墅。在这条已经绿树成荫的道路啊，缓缓向渔人码头的方向骑过去。今天呢，就是就近做健身骑行而已，因为这些路上的风景呢，都已经分享了很多回了，所以不新鲜了。但是骑行呢，还是非常快乐的，尤其是我刚刚已经骑了13公里了啊，这一路呢，就把身体都已经调动起来，会有一些新快感。这也是骑行的境界啊，就你只要骑到一定的时候呢，虽然身体可能会有一点点疲倦，但是就会给你带来很多新快感。番禺这边啊，靠近广州的这个区域呢，有好多座小岛。现在我所住的洛溪岛，这个你看啊，右上方这条洛溪大桥就是以洛溪岛命名的。边上呢还有我曾经住过的小区叫丽江花园，它所处的地方呢是南浦岛啊。南浦岛也在各种发展。前段时间呢，刚刚开通了广南快速，就是前往南站的一条高速。我的头顶上呢，就是扩建后的洛溪大桥。
这边呢有一个清水的平台，我们上来走走看看。现在面对的是洛溪大桥，还有前面的桥呢，星光大桥。从这边望过去呢，广州的电视塔依稀可辨了。这个地方呢以前应该是一个船厂，现在呢也开始拆掉建楼，当然也会保留一些临江的建筑，变成一些休闲的区域。往这边来看一看，那边那个桥呢应该是东兴高速上的东沙大桥了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走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就是番禺的渔人码头。看啊，右侧写着很大的字“广州渔人码头”。原本这块地方呢，就是云集了众多的餐馆啊，这些杂乱无章的地方。但现在呢，你看啊，盖了这样的大楼，可能集水产交易，还有河鲜、海鲜餐馆，还有其他不同口味的餐馆等等的一体的地方。不知道晚上的生意如何？以我现在看到的情况，就2个字：萧条。是这边的江岸已经到头了，边上还有拜土地关公的，这边居然还有游客服务中心，这一切看上去搞得还不错啊，就是生意好像不怎么样。去到里面去看一看吧。里面其实都是一些餐馆。也有很多已经关门了事了。还是有些店开着的，更多的呢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生意做。往前去呢，就是惠英红家族的一个楼盘，叫南天人苑，我们就进去了。明显的，现在这些普通的生意都做不起来，尤其是跟这种稍微高一点的消费，比方说吃一餐海鲜大餐，那这种生意呢，现在就是随着大家
荷包缩水，就少了很多顾客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江边来吧。哦，这边后面有一家咖啡店，看上去还不错。找银行了，我银行了，然后跑啊，我那是我旧驾驶。应该是咱们这边应该。这个渔人码头呢，也没我想象的那么热闹，而且感觉有很多生意都没得做了，这可能大环境有关吧。我们已经在渔人码头还有洛溪桥的桥脚下流连了一番了，看来看风景，就风景还是不错的，江湾的风景肯定都是很美的。那可以了，我们就从这边往回骑了啊，回去还有1个来小时的路程。现在呢，我就在洛溪桥的桥下拐弯，
从这边骑回去。看到这个右侧还有很多不新不旧的老房子。洛城花园，这边也是有楼梯可以上到洛溪大桥上面去。这个大桥旁边桥底下还是有很多商业，有很多商店。右侧呢是一个商业中心。本来想到里面去看一看的，以前小孩子小的时候还带他们到这边来吃麦当劳什么的，但是过了那么多年，感觉还是老样子，没什么进取。还是回家吧。换了一个电池，我们在迎宾路上继续骑行。马路左侧呢就是南国奥园，再往前一点，右侧呢就是丽江花园。现在呢已经骑上了这个大石大桥了。是在这条大石街道上看到这边的很多店，这是专门就是装修，剩下的还是两个字：萧条。招人西路，好像我从来没走过。我们就去走走这条没有怎么走过的路。左侧是大石街道的上水办事处。我记得这里原本是一个村里的公园，好
新的一个重建。这个地方原本叫关帝港公园，现在大兴土木了。现在骑行在港东路上了，已经在大石村里的一条马路上。这里有个天主堂啊，我的左侧呢是番禺大师小学。这里就已经到了南大干线了，现在我必须要爬楼梯到马路对面去。这车上的人行天桥，我们来看看这上面这个就是周铁马龙的南大干线。好，从人行天桥推车下来呢，我们就从这边左转到村里。这已经是猛冲村里的道路了，以前骑过的，应该是一条近道。番禺这种村庄非常之多。我在骑行的过程当中，时不时会在这种村里穿街走巷。这里呢，已经到了他们村头的一个大的水池，这应该就他们村民的活动的场所了吧？大家可以看看啊。但是这里居然没有看到有池塘，难道池塘都拆了吗？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水池啊，应该可以称之为一个小湖了，所以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池边稍微再游览一下，这边也是村民们活动的场所。
因为这个池子也是一个钓鱼塘啊。这个农村村里面，我没看到有什么值得保留的那种古建筑，不知道是都拆掉了呢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些池塘。也有，好像在这个水池的后面，右侧是盛村。看了一下码表，现在已经骑过了20多公里了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回到寿广路上了，推车下了一个人行天桥。今天出来的时候，一直大太阳，那你看，现在都已经阴天了。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吧。明显的，我在广州骑行，远远没有在上海骑行那么舒畅。因为一个是出汗多，另外一个这个汗很难蒸发，浑身不是很舒服。今天骑到现在才骑了23公里多，就感觉好像已经骑了50公里的状态。所以不同的地方气候不一样啊，骑行承受的压力，消耗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善如流。如果觉得天气太热，就少骑一点；实在太热，那就放弃几天。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际的想法。还有一个呢，也可能跟一路上没有这种太好的风景，或者这些都已经走过无数次的马路上，就没有什么让人感觉新鲜的地方。这可能也是从心理上来讲，难以有太多的愉悦。现在呢，天阴了，我就感觉这个风好像吹在脸上，比刚刚出门的时候稍稍凉快了一些，这可能是一件好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将要骑过汉溪大道，我们继续沿着寿广路向前疾行。果然，我已经
经感觉飘来了几滴雨，看来今天是要下雨的吧。爬上了最后一个大坡，前面应该都砍头了吧。走了，离乌村还有一箭之遥的地方，下起雨来了。当然这个雨现在下得很小，毛毛雨，希望回到家之前不要下大。今天说到这个周围都在大兴土木，你看我的右侧就新年之前动工的，到现在也就是不到半年吧，这个里面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工建设。其实马路的左前方是市广路和金山大道这一块地方呢，据说也要开发了。我想呢，应该跟26号线是有一定的关系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已经从学院路从村外骑进村里，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大坡。原本右侧说要搞一个体育公园的，搞了一半停在那里，声音都没有了。现在呢，已经回到了学院路大门里面了，看了一看，骑了接近27公里。这个后面这段呢，感觉有点沉重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这个车用了好久都没打气。其实我新买的电动打气筒已经到货了，我这两天打打气，这样骑起来会轻松很多。今天我是从这个绿野花园出来的，看看香港的那个密码还管不管用，能不能抄一条近路回家。结果还是别人打开的门呢，等到下次再试试看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在日中再见拜拜。